山东某县的一个村子里有一家小超市，中午天正热呢，进来一位男顾客。弟妹，给俺称2块钱的面条。被称呼为弟妹的这个女人赶忙撩开盖面条的白色棉布垫子。小军哥，你是要宽的还是要细的？宽的吧，宽的好吃。这位男顾客名叫吴小军，他这是干农活刚回来，老婆回娘家没在家，他就打算自己煮点捞面吃。超市的女主人名叫娟子。当吴小军走了之后，娟子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呀，2块钱应该给人家8两面条，怎么只称了7两呀？铁锤，现在不忙，你帮我看着点，我去就回。刘铁锤是娟子的丈夫，他在里屋正闭目养神呢，听到老婆的话，不耐烦地哼了一声，接茬打盹儿。娟子用食品袋装了一把面条，急匆匆就赶往吴小军家。两家距离并不远，3分钟就到了。娟子一进院便开口喊道：军哥，嫂子，不好意思，刚才面条称少了，俺给你们送来了。说着话就到了屋门口。这时候吴小军从屋里迎了出来，站在门边就说：哎呀弟妹，少了就少了，出点错在所难免，你看你还跑一趟干啥？面条我都已经下锅里了。说着话也就打算伸手接面条，可这时候他忽然听到身后噗噗2声，面条煮沸出来了。于是他慌忙回身走到锅灶那里，掀开锅盖，另一只手用水瓢从水缸那里舀了半瓢凉水，打算浇到锅里。这时候娟子拎着生面条，见吴小军忙活着，他就走进屋子，打算把面条帮忙直接放进锅里。没想到吴小军一扭身，刚好碰到了赶过来的娟子，半瓢水就洒到了娟子的衣服上，湿了一大片。娟子啊的一声惊叫，然后便咯咯咯笑出了声。吴小军被笑声感染，也哈哈大笑起来。无巧不成书，正这功夫，吴小军的老婆大凤从娘家回来了，听到屋里有女人和自己丈夫的笑声，她瞬间就怒气冲天，头发根全都竖起来了，蹭3两步跑进屋里，一看就见自己的丈夫跟开小超市的娟子，一个手握锅盖和水瓢，一个一手拎着面条，另一只手拍着吴小军的肩膀，身上还湿了一大片，两个人都笑的是肆无忌惮。呵，这大凤可不干了，他是破口大骂，破鞋烂袜子的什么难听的话都骂出来了。这下可好，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事情没到下午，全村300多户人家都知道吴小军跟娟子有一腿了。刘铁锤听人背后管他叫王八，他哪里能受得了，揪着媳妇娟子的头发是臭揍了一顿，然后说离婚，明天就离婚。娟子受了委屈，一时想不开，趁着夜色就跑到村口的小河边，跳入河中。结果刚好被心情郁闷出来散心的吴小军给撞见了，将他从水里救了上来。恰巧这事儿又被几个路过的老头老太太给看了去了。吴小军知道要是让娟子回家肯定还得挨揍，就干脆领着娟子去了县城的一个朋友家里，让他暂避一时。见老婆没了踪影，一连几天刘铁锤都到吴小军家去闹，大凤每天都跟他大吵一架。你还有理了，你老婆勾引野男人，你还有脸来找俺？你还是赶紧死了去吧，还真想当千年王八万年龟呀你！最后刘铁锤一气之下，竟然在一天深夜带着一根麻绳吊死在了大凤家的门口。吴小军听到消息，跟娟子一说，俩人便决定回去面对问题。于是娟子就回家办丧事，吴小军也回去安慰大凤。可没想到这大凤的哥哥为了给妹妹出气，用擀面杖追着打吴小军，
说是要打折他的狗腿，结果一失手，真把吴小军给打骨折了。伤愈之后，吴小军跟大凤的婚姻宣告结束。到了这时候，全村的吃瓜群众们又有了新的看法，都觉得大凤可恨，刘大锤可气，吴小军冤枉，娟子无辜。竟然还真有热心人要撮合吴小军跟娟子在一起。朋友，您觉得他们俩合适吗？会走到一起吗？欢迎在评论区写下您的看法。